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中国人没有西方那一种人际关系，没有，因为西方的人际关系它是平等的，人与人是平等的，中国人基本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，人与人平等就叫做没大没小，而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没大没小。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很容易发现，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看书，但是越看自己越倒霉，就是因为你看的都是西方的书。西方的技术是可以学的，因为科学没有国界，西方的物理学、化学、数学，甚至于科学技术，你都可以看，都可以学。可是跟文化有关的东西，你就要非常小心，否则你很容易就掉到里面去，然后你就跟中国人越来越大的距离，而吃亏的是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人际关系，反而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西方的人际关系跟我们中国的人际关系做一个对比，然后大家就很清楚。我们第一个要提出来的就是他们是神本位。为什么他们是神本位？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高高在上的，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没有。你看傅西士他一开始就把我们走进人是宇宙之间最了不起的，不是神，是人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神弄在你上面当你的主宰？为什么？当西方人解释一切问题的时候，他都离不开神，中国人没有。你看我们没有宗教，我们有什么宗教？所有宗教都是外来的，中国人不需要宗教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人本位，我们只有崇拜自己的祖先，叫做祖宗崇拜，我们从来没有去拜什么别的神。你说很多人在拜啊，那你要小心了。我们是礼神礼佛，我们不是拜神，不是拜佛，就是看到神跟他打个招呼，你好我好，如此而已。人本身就是主宰，如果你跟西方人讲我就是上帝，他一定觉得你疯狂。中国人我就是上帝啊，我就是耶稣啊，我就是释迦牟尼啊，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对。其实真正了解宗教人，他是知道中国人这个讲法才是对的。人人都是佛，人人都是上帝，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，不需要再有别人来做我们的主宰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思想，还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，我们是在神的管辖之外的。那神本位他必然的就会走上个人主义，所以西方人他是个人做单位。所以你看西方人讲话经常讲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中国人我劝你最好不要这样讲，因为你讲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人家就开始不听了。你算老几？你有什么意见？西方人不是，西方人我个人的意见是表示我负责。那你如果说我负责，那你更惨了，人家就怀疑你能负什么责？到时候你还不是逃掉，你负什么责？所以很多人现在不知不觉讲出很多西方的话，吃亏的是谁？就是你自己。我们是家庭本位。你看一个西方人出来，我们只问他叫什么名字；一个中国的小孩出来，我们很少问他叫什么名字。叫什么名字又怎么样？我们会问他是谁家的小孩。中文厉害就是谁家小孩，我们是根据他爸爸来看他的地位，不是根据这个人就是小孩，什么了不起的。所以大家要觉悟啊！西方人一个人走出来，他是代表他个人；中国人一个人走出来，你是代表整个的家庭，这是非常不同的地方。基本上我们一个人就代表整个的家庭，而不是个人。因为西方人是上帝的，因为西方人是个人的，所以他的人际关系是平等的。你看儿子可以叫爸爸名字，可以，因为你也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也是上帝的子民，我跟你平等，我就叫你名字吧。所以试试看，今天晚上回去就叫你爸爸名字，试试看，看你多现代化，看你怎么样去学西方，就这一关你就过不了了。中国人不相信西方那种说法，说人是生而平等的。我们相信自己的人一出生就不平等。我们比较实际，人没有生以前他是平等的，人死了以后也是平等的。你只要活着，你就不平等。我不晓得你接受哪一种主张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那你说中国人是不平等的了，那又不对了。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有这种想法的人，叫做合理的不平等。你看，你不平等到太不合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反抗了。我们都很能接受那种合理的不公平，我们会接受；你过分的不公平，我们就不接受。完全公平，我们是完全不相信的。你相信公平吗？我问你怎么公平法？资源很有限，机会不够，你讲公平，那完全是骗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很小心，
我们今天所有的观念，其实我们都很盲目的去接受西方的看法，这对人类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因为西方人他很盲目的接受神的指示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我们是伦理。伦理是什么？就是人与人之间，它是相当的不平等，才叫伦理。要不然什么叫伦理呢？他是你爸爸，就永远是你爸爸，你永远讲不过他；他是你的上司，他永远是你的上司，你就讲不过他。然后你骗自己说我跟你是平等的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没有必要。我们的人际关系啊，对上对下是不同的，不像他们通通是一样的。你对你的部属敢讲的话，你敢跟你的上司去讲吗？你敢吗？不要骗人嘛。你看同样一件事情，我们对部属讲是一套，对上面讲又是一套，这个就叫伦理，不能什么叫伦理？西方人有人际关系，中国人有人伦关系，我们没有人际关系。我们今天讲人际关系是很勉强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要有人际关系，要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加上伦理以后，它就变成人伦关系，它就没有什么人际关系。你看两个人中国人在讲话，只要有第三者插进来，我们就会调整，我们很快就会调整，不调整都倒霉。所以为什么中国那个警觉性很高，随时都在变动，还要加上装的好像没有变一样，这是全世界找不到我们这样的人了，找不到。报出去的时候，带出去的时候，左右邻居看到，他马上就告，说你虐待小孩，然后他们就来调查，一看有疫情，然后就开始隔离，把你的小孩送给别人去养，不许你养。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，因为这在我们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他一切依法，西方的法律规定很清楚，而且执行很严格，完全没有人情可言。中国就算有法律，它是蛮有弹性的，西方那个是没有弹性的，有弹性。法律不应该有弹性，但是我们没有弹性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执行。所以养成中国人很喜欢讲理由，碰到事情讲一大堆理由，然后对方听就觉得你也有道理，然后就走，那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搞到最后不晓得怎么办才好。我们不是法律性的民族，我们不是。孔子自古以来没有说过，你看佛教有戒律，孔子从来没有这个字，没有。我们只有典范，你拿谁做典范？没有戒律，中国人没有戒律，什么戒律？我们是道德性。你看现在胡锦涛主席的八龙八儒，他是道德劝说，他没有立法变成法律，他没有。我问你，公司都有规定，都有法，都有制度，哪位告诉我你敢依照公司制度彻底去执行？请举手。那你就是骗自己。我们规定得很清楚，不敢执行，也执行不了。完全去执行不是好的管理，因为离心离德，众叛亲离。我们这个道德性是什么？是看不见的约束力。西方人完全是看得见的约束力，我们是看不见的约束力。做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不相信良心道德的话，那我看你自己去想办法。我说得很清楚哈，凡是有形的东西，对中国人迟早都变成形式化的东西。我们是靠无形的东西在彼此约束，约束自己，约束别人，然后找到一条我们互动的路子，这很奇怪的，非常奇怪。西方人对人跟对动物一样，因为他认为人就是动物嘛。整部的人类学旨在证明人没有什么稀奇，人就是动物。所以他们人与人之间，他们只是好奇，所以他们男女可以很快就同居，很快就发生性关系，他们挺了个大肚子结婚，也不会觉得丢脸。中国行吗？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好奇，没什么好好奇的。我们是关怀，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能关怀，那产生什么关系又怎么样？西方人很有礼貌 ，Hello, Hi, Good morning， 他一点不关心你。中国人没有礼貌，很关心你，你嘴巴怎么破了？外国人从来没有看到你嘴巴破了，火气大是不是？然后二话不说把他要给你吃，外国人可以这样吗？绝对不可以。然后让外国人老人家你去碰他，他很不高兴的，他要下台阶，你去扶他，他非常不高兴，他认为你看不起他嘛。我有能力处理，你少操心。中国人不会，所以你一定要了解，他这个民族性不同就是不同了。他们只是好奇，他一定不关心你。中国人不好奇，但他很关心你，因此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叫做距离，他们相当的距离性。所以你看现在啊，我们动不动这样讲，哎呀，我跟我儿子有代沟啊，你有什么代沟？是你自己造成的代沟。中国人有什么代沟？中国人从来没有代沟，只有西方人才有代沟。
你跟任何人一保持距离，他就跟你有距离了。中国人根本就是亲密性，因为中国人他是由疏慢慢近，由不认识，然后慢慢了解，他一定有一个过程嘛。你不相信人家，你就没办法做事情。你跟他不有进一步的亲密的了解，你就不敢相信他。外国人我敢相信你，因为有法律的保障。中国我相信你，我倒霉，告也没有用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去告吧，他巴不得你告了。我们一定要保持亲密，你才敢相信他。所以你看，中国人可以问啊，你几年生的？你敢问外国人几年生的？你敢问你哪个月出世的？我跟你一样，那你是几号生日的？你怎么可以这样问呢？中国人怎么不可以问呢？西方人是不能问的了。所以很多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常常讲中国人讲厉害，其实错了。中国人不讲厉害的，西方人才讲厉害。你看西方国与国完全讲厉害，没有什么道义可言。公司与公司利害关系，个人与个人利害关系。中国人真正了解中国人，是我们很势利。我们不讲厉害，什么叫厉害？就是说这个人搞不好就叫他走，那就叫利害关系。中国人这个人搞不好是搞不好，但是他后面有背景，我得罪他，他会找我，我不是喜欢他，我是看到他不感动他，这不是势利是什么？他一旦完了，我先干掉他，我还跟你客气。所以中国那个厉害，它是相当复杂的，它不是那么单纯的。西方人是很单纯的。总结起来，西方的人际关系相对的单纯。我们的人际关系相当的复杂，一不小心就出差错。